你好，今天我在位于吉隆坡富都的茶阳大埠会馆。历经146年的风雨，会馆吸纳什么人，服务什么群体，举办哪些活动呢？大马有各种各样的会馆，它们的性质和组织方式有什么区别呢？这个会馆的经营状况还好吗？为什么要做 ISO 的认证呢？嘉宾为什么在雪隆生活了20多年，这才加入会馆呢？这给他个人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？无需讳言，年轻人对会馆普遍不感兴趣，他们在做些什么提升年轻人的关注度和投入的热情呢？今日嘉宾饶生，会馆新晋的理事，由于他的姓氏太特殊，不在百家姓之列，被人称为没人姓。开玩笑的讲啊，他不敢面对镜头，是这个原因。我一直认为啊，各种自下而上的民间组织就像大马社会的干细胞，没有他们自发主动、不惧挫败的裂变、填补、纠偏，恐怕你看不到如今大马社会的向善的活力。这是用心之作，我已尽量保留精华，而您的观看时长啊，对我真的很重要，敬请享受。我们开始吧。今天很特别，今天王太换了一个人，换了一位男生饶生。饶生，你的这个 surname 拼法是尿 NGIAO， 所以你要不介绍你大概是？我是本地人，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50多年了，就算是半退休状况了。我们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这边是茶阳大埔会馆安。你在大马一直生活吗？在雪隆区有多少年？雪隆区有20多年。20多年，但你在20多年之前有了解过大埔？我自己也不懂我是茶阳了，我知道我是广东大埔。家里爸爸妈妈也没有真正讲我们的祖籍的东西，就因为我的姓很特别嘛。对。就因为我有一个邻居，就是我太太的老师，一家老师，他也跟我同样姓饶，他就猜想我们应该是同一个籍贯的，他就介绍茶阳。后来我们要加入茶阳之前，我们一定要去追踪了，到底我们是不是大埔或是茶阳人？因为追踪之下，原来我是大埔茶阳人，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我才是茶阳人。但您实际上是这里的第3代嘛，是吧？我算是第2代，我爸爸这边出世，我的爷爷是中国来的。OK。那你来了，当时你知道了这个会馆，后来做了一些什么呢？开始先加入他们的活动先，都是我们一般上会馆都是以联谊为主啦。后来才发现到原来他们的规模蛮大，历史蛮久，有140多年。当初都是因为以前它叫回春馆，回春的意思是说恢复一个人的健康啊，恢复他的一些生活状况啊，所以叫回春。当然是有照顾到一些人的健康，所以他们有照顾到一些社会福利的东西。这个会馆都是照顾同一个祖籍的人，或者是同乡的人，所以当初是这样成立。后来慢慢演变到可能有些有从商了，他们就比较能力，他们就越做越大，就买地下来，就慢慢发展，到今天有这样大规模。那你看它的地区是在这里普渡这边吗？它做一些活动也只覆盖到同乡，还是说在这个地区的华人或者这个社区的人？因为我们是叫雪隆。大埔嘛，所以只要是雪兰莪的或者是吉隆坡大埔人就可以参与这个团体、这个工会的会馆的。你有加入到这个会馆，它有146年的历史。你觉得来了这段时间和你原先的想象，哪些是一样的，哪些是不一样的？以前一般上我们的一个比较古老的想法就是一个联谊罢了，大家吃吃喝喝、做活动、聊天这样东西。后来发现了这些会馆做了很多社会福利的东西。后来他们也在青年团那边做了很多东西，很多交流会啊，跟本地的一些社团，甚至跟中国一些社团做了很多东西，让更多年轻人来参与。所以我们看到他有做一些传承的东西，文化保育这个东西也做得很好。能够看到的关于文化传承的活动有哪一些？基本上常年有在做的啦，我们的节日咯，好像新年啊、中秋啊、端午节啊、冬至啊，一般上都有做这些机会，比较传统的。然后后期都有做一些所谓社会福利，好像失医政要一些中医，帮一些人看诊，一些文化的东西也开始在做，虽然不多。最近也吸纳了一些比较专业人士。我们这个工会很特别的，会馆这个很特别的，我们是有 ISO 认证的。OK， 所以说明它的管理、它的文件记录、流程都是更加正规嘛。在你参加的这段时间内，你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活动是哪一个活动？我都参加，前后我都
之前我参加印都是象最深的吧，最让你感到一下子的，我参加都是宴会为主，吃的比较多。吃的最满意的。后来他们就说，因为我开始加入会员，我不能做理事，后来他们就要我做理事，所以我不会，OK，谢谢。我在今年才加入理事，所以理事就差不多每一个月都有很多活动，尤其是跟很多社团的交流活动。好像前阵子有一个马来西亚中医工会啊，他们来跟我们交流，一方面是筹款啊，所以我们跟他们一上来都有这样联系，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这个会馆不只是做给会员的一些福利的东西，原来跟很多社团也是有做交流，包括我们杨博士，他最近也是被委任了广东义山的主席。虽然他是我们茶阳的主席，他也是广东义山的主席。广东义山也是整100多200年的历史的，在马来西亚。虽然讲是义山，不过他们做的是很多公益的活动。这些他的受益的群体有没有也是要规定说只能是大埔人？未必，对吧？所以他受益的人有些是未必，好像麻风病人，他不是大埔人，我们都有去捐助他们。OK，都有。所以他在社会上辐射的面就会更加广一些嘛。您刚讲的麻风病人的慈善的项目可以介绍一下吗？我们会馆在做一些什么事情？听说我不是很清楚了，不过我有看过他们的记录是说有去捐款给他们，都捐款了很多年。麻风病指在双溪毛鲁那边的以前的一个麻风病院，病人给他们的病人的一些捐。现在还有老人因为住在里边，那大概会以什么样的频率去做一些捐助？每一年都有了，每年都有。OK。那包括我们的一些子弟孩子，中学、小学、大学的一些资助金，这些都有在做，各方面的福利都有了。你可以说是，不能说全部都是在给我们自己的会员，当然有给公众的也是有，不过给自己的应该是比例上应该是比较多的。像您参加了以后，因为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嘛，会花多少？你们算过大概会花多少8天的时间在投入到这里的一个活动？没有真正去算过了，不过一般上我差不多每个月都过来，每个月都有活动。开始在交流比较多，包括这次请 William 来做一些这样的推广，让很多人了解会馆。对，更多不只是我们茶阳会馆，其实马来西亚很多类似很多这样会馆。我相信有很多人会像您一样，即便是大马人，他没有参与到会馆的活动，他也会不了解吗？对，像你们会馆，你过来帮助做一些工作，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？完全是义务的吗？义务性来的，完全是义务性，全部都是义务性。要自己有时候掏一些资助吗？就好比读中啊。这个会馆的资金方面就没有这个问题，虽然它是民办的团体。因为都100多年了，我们的先贤这方面就蛮厉害的，所以在投资啊、产业这方面是自供自助，这方面就没有这样的压力，财务的压力。硬体有了嘛，软体还不够嘛，软体是包括人的资源，所以现在我们就做了很多所谓软体的活动，包括我们吸纳更多的年轻人参与，这年轻人都很特别的，有些是教育背景的，有些是企业背景的，有些是很多不同背景的，他们都来参与。最近我们成立了一个单位叫资库管理，这个负责人她姓赖的，赖小姐，她就本身是大专毕业读图书管理的，所以她慢慢也帮我们做这些资库的这些整理和管理，也把我们的这100多年来的一些文案、我们的档案全部电子化，文书档案全部进行电子化。对，这样她想要服务的目的是什么样的？因为以前我们都比较老化，以前都没有这样年轻化，我们也怕有一天这些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会断层，传承不到，你要找也找不到。这些电子的资料做成以后，它是对社会是可以开放的吗？还是要也可以啊？就是说有些人了解我们大埔的一些文化、历史的东西，我们都可以开放式。想我们再跳脱出来看一下，在大马的这么多的一个会馆吧，我想叫茶阳大埔会馆，那它一定就是按照地域来划分的。这样来看，你现在就您所知，还会有些什么样的会馆？一般上我们有全新的同姓，姓饶啦、姓黄、姓陈，就是这样的工会，在大马比较多。对，一种是像我们的祖籍，好像我是广东啊、福建、海南的，就有这样的会馆。有些是行业性的，好像你是运输业，你是工业还是农业的，它也是有这样的组成这样的社团，或是这样的工会。在马来西亚华社一方面都有这样的，有些是教义的，按照宗教的都会有，所以也有可能就一个人会加入很多的，对的，就加入不同了，宗教也有，社团也有。您现在加入一个吗？还是我有参与啦，不算是加入理事，好像佛教我们都有去参与。通常上，你觉得有多少大马人啊？他至少会加入一个会馆？华人来讲的话，华人大多数我相信像我们这样会馆都很少，真的很少，会馆上很少，因为对他们的概念里面就说很多是参与都是联谊，吃吃喝喝，好像没有什么增值的东西，所以就慢慢的就真的退。后来我们幸好我们的这些理事或者是我们的领导，
他也发现到有这样的危机，会断层。有时候真的老实讲，我们的理事会是不用选举了，是留任，会没有人来参与，理事就没有人来传承了嘛。所以我们要做很多活动，吸引更多年轻人来加入去参与，所以这样的一种团体才可以去传承。那像在大马这样的一些会馆或者这样的一个团体、一个组织，它是一个在法律上是一个怎么样存在形式？我们一定要注册在马来西亚，我们知道 ROS 一定要去注册的，跟政府注册，是类似注册成一种 NGO 的组织吗？对。那 NGO 组织会隶属一个什么样的单位来管理吗？它可以成为一个 NGO 或者是非 NGO，因为我们这个会馆是因为有收入嘛，可以是公司所以它也是要报税。它去这样设立、维持和管理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吗？还是只要向相关部门去申请就可以设立？一般上就要跟这些法律的程序去申请了，就是说每年有什么活动，理事是谁，我们多久选一次理事，这些东西都要呈报上去的，charter 那些都是要呈报上去的。好像如果我们这些财务东西，我们一定要请一些合格的这些会计 ，OK 去审核，然后报税，这些法律程序我们还是要跟的。我这样问是因为在中国，如果你要成立一个社团或者一个 NGO 组织是很困难，那受到的监管是很多的。像这边它的一个社团会政府的管理会多吗？还是说只要符合这些 OK 就？其实你成立的时候，你也跟讲你是什么目的，你是同乡的，还是教育的，还是宗教的，都可以成立的，都可以，你都可以成立的。不过如果你是有收入你要呈报你的财务，可能你要交税。明白。如果有些是 NGO 的，它没有盈利了，就不需要交税。就您参加过活动的观察，大概什么年龄段分别会占到多少呢？如果像我们会馆都很老化了，都是50-60岁的老人，相对 senior 一些的人，那年轻人越来越少，所以有这样的危机。一般上的我们所谓的会馆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就是会馆会普遍碰到的问题。老人比较多，人觉得退休人才来参与的，没有地方去联谊了，休闲了，才来会馆。所以很多年轻人觉得我不会来这样的地方。那您同意这个观点吗？如果有机会你跟年轻人做一些交流，我相信我们也会有年轻人、大马人在看嘛，你会觉得怎样去告诉他说，其实你可以来参加一些会馆的活动，因为什么？你觉得？当然我们要邀请他，我们不能用老旧以前的那种idea 做法，他就不会过来，他会来这边有什么东西，来觉得适合他的。当然有些是一些文化啊，或者是一些商业啊的一些机会，他们就慢慢会吸引他们过来。就像你的小孩会参加这个，我们邀他们几次，他们读书都已经很忙了，工作都很忙了，所以他们不会拨很时间来的，除非他是为了要发展商机，他们就会可能去探讨一下，来这边交流一下。明白。不同的会馆之间，大家的活动形式和组织的形式，大家做的事情，基本上也都类似，还是说会有？其实他里面的理事和领导啦，他们的作风会不一样。好像我们这边的理事，他们就想法会比较前卫一点，我们看得比较远一点。虽然资金方面我们是有，不过我们是资源方面就不够。其实马来西亚如果会馆方面，我们就会有这些问题，就是接班人的问题。宗教活动就没有，宗教团体就没有这个问题。每一代都会吸引到人，因为他们都从小，他们就开始吸纳，做很多文化活动啊、教育活动啊。从小他可能还没有读书，他就进来了。好像儿童班啊、绘画班啊，就慢慢的年轻人有年轻的那些生活营啊、夏令营，青少年很多啦，可能绘画班、插花班，还有什么歌唱班，慢慢这样的活动吸纳很多人来，或者是宗教的活动，就这样吸引很多人来，就没有这些断层的问题。明白你的意思，那可能也可以互相借鉴嘛。对。OK， 回到个人，你觉得对自己的改变是什么？忙了很多，做了很多交流。难怪你趁现在叫半退休是吧？本来是全退休的嘛。忙了很多，差不多每1-2个礼拜就。我们有理事，我们有活动，我们有谁来了，我们要去招待一下，有外国的，可能其他社团的。不过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间了，我们不是强迫性啊。你之前有跟我讲过一个全球的茶阳大埔的会馆的一个活动，这个活动你可以详细介绍一下。我本身就没有参与，那时候因为我刚加入。OK。这是其实我们雪龙是一个主办单位，全世界的，包括海外、中国、新加坡、东南亚都有来参与，应该有整千位人。整千位在什么时候？去年吗？应该是去年9月的时候。那他们的聚会要做些什么事情？交流啊，有宴会啊。进行了几天的时间？应该是整3-4天这样啊。3-4天。那他整个交流有输出一些什么结果吗？或者大家达成一些什么共识？至少我知道你那边有做什么活动，大家可以互相交流，拿一些经验这样的东西。过后就常常他们听说有这些什么
青年会开始就有一些交流了啊其实是个很好的开始了。好的，非常感谢你。我想下次有机会也可以去看一下会馆的活动，因为我觉得和 YouTuber 结合，说不定也是一种方法，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。我们也希望这样的一种文化，其实100多年了，在马来西亚应该是很特别的一个文化。真的是146年嘛，现在像我们这样的会馆也是不止我们一个罢了，100多年也是有几个，对，都做得蛮好的所以基本上在财务方面应该是没问题。软体上我们真的需要很多人力去慢慢去发扬它、推广它、发展它，这是我们想要期望看到的东西。好的，也祝这个会往那个方向去做得更好。好的，谢谢你，Thank you。我特别想了解一下，我们两个是没有什么所谓的同乡的概念的，因为在中国好像我们很少接触到这个团体。那像您还有您太太来说，如果您知道对方跟您是同乡人，您是从情感上或者说从行动上会有产生什么不一样的？我们有这些冲动哦，同乡能够描述一下吗？就那你知道是同一个地方来，可能是祖我们有归属感的感觉咯。归属感。比如以前我们读大学的时候，好像我是槟城人来吉隆坡读，同乡了。我们就不一样了，我们的语言都一样了，讲我们情况一样，我们会记在一起的，那种归属感会很强的。有归属感，是不是还会有信任感？会觉得说可能共同语言很多。其实我听下来还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，其实会馆本身有很好的资源，这么多的这些会员、理事、会长，他们是很好的从商的这种经验啊，成一些社会的这些大学里面的历练。其实对年轻人来说，如果他想有自己新的 business， 学习一些管理经验什么，可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方向来的，提供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平台和商机，让年轻人去看他的视野不一样些，未必他要从商，或至少给他一个视野看到，对，然后另一种意义上的 MBA 学习，就好像孵化这些东西，我们也在想着去做这样的东西。另一方面，好像你讲了，也可能有些老前辈他有一些经验，对，他可以去辅助你，对，人脉也好，经验也好，各方面也好，资源也好。所以年轻人觉得，这方面真的是很好啊！它不只是理论上的孵化你，它真的是各方面都可以帮助你的。明白。这是我们的方向了，希望更多年轻人来参与的原因。明白。我听下来的感觉，这个会馆就像一种像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他那么多这种前任会长，他积聚下来的财富，他其实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回馈到自己的同乡人的。这是一种让我挺感触的。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样一个。先让自己顾及好之后，而去顾及他人。对，我们希望受益人不只是这个小圈子啦，更多的社会圈子。好的，我没有问题了，谢谢。OK，Thank you。好。